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又不尽相同。今天，我给诸位说的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北宋末年诸多有情人。很高兴到这里见这些年轻人，因为你和我是同行，虽然同行年龄不同，但是干的职业会一样的。将来我老了就喜欢多见年轻人，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评书《贾科长买马》，表演者田连元。贾家大队的赵会计呀，这2天有件难心的事儿。你说把他给急的，吃不好睡不安着，心里边火烧火燎的。什么事儿呢？队里边要买2匹马，把这任务就交给他了。钱在兜里边揣了3月了，到现在连个马尾巴还没看着呢。正在他着急的时候，前街那贾科长回家探亲来了。有人告诉他：“哎，赵，找老贾去，说不定能买着。”哎，对了，赵会计对贾科长早有耳闻，知道这个人是市里边西山钢铁厂的供销科科长。说书是活化石。东汉时候，现在历史博物馆那个说书俑，就那个说书光脚丫子拿着鼓拿着那位，那就是我同行。我说那时候肯定很穷，鞋都买不起，光脚丫子。没有现代传播媒体的时候，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在那个时候，中国人都是靠什么娱乐？就是靠听书看戏。中国老百姓的历史知识都是从听书看戏里得来的。普通劳动人民，广大的市民没工夫看25史，看《资治通鉴》，或者看着文人的笔记小说，没有，他们就听书看戏。说中国的文学史有很多东西是先有说书后有的文学。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人生一部书，历史一台戏。书是长篇巨著，戏是连台本戏。评书讲的这个故事呢，它得情节生动，人物鲜明，让人爱听。听了这回想那回，所以说今天呢，我也给您讲一段过去的故事。
我最后说书没人听，我开始上台的时候没有底下观众，逐渐的到了本溪的时候，在说书的时候才有了观众了。为什么？逼着你要动脑子。为什么没有观众？我在小时候在天津听那么多的说书家，有那么多有观众的，他们怎么这有观众？我就总结他们，反复的去钻研说书。我愿取华雄人头。袁绍一说这个人什么能耐？一说马弓手，想要赶出去。曹操说：“那别，一看刀锋来了，拿刀往我一磕，掐去了。他拨的这方向正好关。”中国这个评书这曲艺呢，就是全虚拟表演。刀转一挑，腾，挑上天，头起来了。全虚拟表演就什么都没有，完全都靠扇子、醒目、手帕这3件来表现。上台来给大家说段《红楼梦》荣国府的切末。什么是切末？就是说书的用一张嘴给您说清楚这个地方的方位摆设。路北了3间兽头的大门帘儿，高大的府门，高大的院墙，高大的牌匾。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刚才说了，在东北角这有一厢院，那么在西北角也有一个单门独立的小院，这是假言。曲艺什么？营造想象的表演艺术体系。台上的演员调动台下观众的想象，来跟着你一块儿进入特定环境。60年代提倡说新唱新，这一说新唱新，老演员就没辙了。为什么？就没文化。一般来讲，在65年的时候，我说了一段自个儿编创的一个短篇评书《追车会电》，在辽宁汇演一炮打响。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曲艺界内部就认同了我，就有这么一个小说评书的。那年我24啊。从丹东开往北京的快车呀，眼看着就要到锦州车站了。这个时候，正是过半夜1点多钟，车厢里的旅客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震动，那个时候我是来自生活创作的故事。现在还有小年轻的就学我的追车会电。为什么？因为这是您成名作。瞬间，很多大事儿都发生在瞬间，无数个瞬间组成了漫长的历史。66年文化大革命，剧团解散，解散之后下乡当农民，我当了3年半的农民。但是过后呢，我没放弃说书这个想法，我是肩负着使命来到人间，我说就干这活。我看到了一句名言，这是我终生记着。如果你是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没有落到肥沃土里，而是落在碎瓦堆里，但是你坚信，只有磨练
才能成长。很多事情啊，是长期艺术实践的过程当中体悟到的。所以我这一生当中，我演过京剧，文革当中样板戏我演过刁德一，这个后来演过话剧，最后演过歌剧，所以这的话也就丰富了我的表演这个理论。这表演理论现在3大理论呢，这3大理论我都研究过，斯坦尼、布莱希特、中国戏曲，但是那个表演理论吧，都指挥不了曲艺表演理论。为什么这样？我说曲艺表演理论是一人多角，是营造想象，那3个都没有这个。这功夫，武松跟蒋门神2个人往跟前这么一凑合，蒋门神是双手一攥拳，左手一晃，歘，一个窝心拳奔着武松就打过来了。武松身子往旁边一歪，拿手一切他的绊子，蒋门神紧跟着手往回一撤，来了个五花炮，不，接着就是5拳。这武松东倒西歪，我这5拳就躲过去了。刚躲过去，蒋门神紧跟着来了个连环腿，啪一脚，咣！所以说这个说书就等于是一个人一台戏，一个人演出一个所有的氛围和环境，这个呢给观众就有一种立体感，所以用现在的话说有画面感，就是你这一个人说好了，就像演电视剧一样，得有这个效果。大宋朝太宗年间，京城里边出了一件大事儿。这大事儿有多大？用现在的话说，也能够得上特号新闻。让评书上电视，这是个创举。我说评书是中国古典的传承艺术形式，电视是现代传媒的最新形式。我说这2者是把筋骨结合。8000岁的玉妹丈杨延昭，把皇这就跟在书场里说书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革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下了功夫说这杨家将。我认为一个在篇幅上必须20分钟，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要有开头结尾，而且剩下当中要有核心阶段，要不是你有点词儿，要不就有点哏儿，要不就有点劲儿，要不还得有点人儿，你刻画人物得。讲人物，要把人物说活，对演员来讲要求就更高。这人物活了，所以观众就会承认、认同了，所以他就跟着你走，跟着人物的命运，跟着人物的起伏，跟着人物的灾难，跟着人物的幸福。老艺人讲的话，坐在这儿，得让他拔不出耳朵来。头上戴青铜打造8角观音荷叶盔，斗大朱缨倒锤镶珍珠嵌玉宝石，光华灿烂，脑后双叉之。我在这个电台呀、电视上经常看到田连元老师演这什么杨家将啊、施公案啊、包公案呀，我就当时觉得评书演员一个人在台上，一个人一台大戏，呵，千军万马全是一个人扮演，就特别的不容易。尤其田老师这个风格在台上也是特别帅，我就觉得我将来也想去说评书、学评书。众军兵，撤！说了声撤，这辽军就撤下来了。
他们往下一撤，杨延州端着枪指挥宋军追。说声追，宋军摇旗呐喊了，哗，海潮一样就追下来了。韩城一边撤里边，快撤！元帅，咱们撤多远？兵退60里。因为我是内蒙古人，来自内蒙古包头，那个地方就是曲艺的环境不是很好，家长啊、同学啊都不是很支持，他们觉得这个形式很老土，很旧，他们觉得可能学这个将来是没有出路的。再来一遍，官指剑稳住了啊！官指剑，兵层层，甲层层，预备起。官指剑，兵层层，将层层，灰层层，甲层层，刀枪赛马铃，剑起如柴棚。有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藤牌手，鹤暗暗，笔松松，一排排，一层层，细急寸，竹尖耳朵，上阵不败，灰灰的暴叫。曲艺是可溯之源长，可证之时短。很多的曲种，包括很多的一些艺术的形式，其实他们的根基都是来源于曲艺。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影视里面，我只是演一个角色，但是在曲艺的作品里，我演了男的，又演了女的，还演了说书人。这个时候就会给我一种视野的拓宽。就是我以后演影视剧的时候，我当时就有想说，我这个人物塑造这个火候是拿捏的好了还是不好呢？但是我现在学了曲艺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可以跳出来看我的这个人物，我就可以很好的就是借用他的那个一人饰多角的那种方式去完成我的那个影视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曲艺对我的帮助还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深深的现在已经爱上了曲艺了，已经。左督旗3掌6刀，扶着金顶，下金边走金线，周围列火样。所以评书就在于评上，评就是说你说书人跳到圈外，回过头来看这个书中的人物，你怎么看待这个书中人物？这里就是体现了你说书人的水平，是在于体会。包括个人你的生活经历的体会，包括你阅读见解的体会。说书功夫在书外，你必须得在书外自个儿再琢磨去。这门艺术呢，是干到老学到老的，没有终结。一无止境，止则僵，僵则死。你说书说好了，应该是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只要你执着追求，不停脚步，一定会有个结果。什么事情都这样。我觉得说书这个职业吧，很开心，尤其老了以后呢，我觉得更开心。我现在岁数已经不小了，80多了。其实我80多，我经历了活了几千年，我把几千年的事儿我都看了，无虚此行。